你来到重庆坦白，我是罗重庆。今天邀请到我们香港最好的朋友，他是媒体高层、著名的总编郭一鸣总编。郭总编好。你好，欧教授。郭总编，我们看到金门的纵乱事件经过了5个半月，终于呢有了相对比较和平的橄榄枝出现了。现在呢是黑脸管碧玲呢声音小多了，看起来他得到新的命令了。而白脸唱戏的罗文嘉呢是前进金门去了，他还说出是100%绝对的善意。您认为赖清德这手棋下的是什么呢？又为什么选在5个半月后才下这手另类的，大家觉得比较可以舒缓一口气的棋子呢？您的看法？这个欧教授我就想起来，这个正义不会缺席，他只会迟到，但不会缺席。那么如果说我们这次的214的撞船事件，如果说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遇难的大陆的2位渔民他的遗体送回大陆去，可以魂归故里我相信对他的家人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那么这个事情上的相关受到影响的这些家庭呢，他们也会得到的补偿，得到的道歉等等。那么这件事情呢，也可以说是告一段落。但问题是，您刚才提出来的，为什么拖了5个半月一直没有解决？谁在阻拦这个事件？因为我们过去在谈论这个事情，也都在讲，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但是一直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不做，就是拒绝道歉，就是拒绝做出最简单的、最直接的这样一种做法，他就不做。现在做了，为什么呢？我相信跟他的赖清德的在两岸问题上呢陷入困境有直接的关系。首先呢，因为赖清德在520的这种台独的独白呢，已经把两岸关系呢，已经推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这样一个地步，所以带来的问题就是两岸的各方面的这些交流呢，基本上就是都停止。所以虽然要民间呢希望要恢复两岸的旅游两岸的各种各样的交流呢，但是因为赖清德当局的这样一个态度，所以搞得大家很紧张天天的媒体都在报大陆的海警船、海巡一些执法的船队的，天天的绕着岛在大陆方面宣布，这里面没有什么界限，就这都是我的，我在那里天天在那里执法巡逻，搞得台湾的民众，特别是金门的民众渔民呢，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个事情呢，应该说压力是对于赖清德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另一方面呢，在美国大选的目前的这样一个情况呢，作为美国的小弟赖清德，他唯一的一个做法就是乖乖的听美国的指挥。那么美国现在就是想中美关系这个时候呢，不是一个大的问题，希望中美关系不要出什么大乱子。他因为美国两方面，包括特别是拜登，希望他现在要全心全意投入，他现在要把特朗普给干掉你这个时候如果中美关系出什么乱子的话，那他就无法全心全意投入大选。这个时候呢，他就让赖清德，你给我老实点，你别给我添麻烦，不要像阿扁一样变成自己是制造麻烦的人。所以他给赖清德的指令就是你给我老实点，最好乖一点。所以这个事情表现出赖清德恐怕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上，他认为必须采取一种相对和缓的态度。这个问题解决的时机，这样的一个背景就是这样。欧教授。是。那么同样是做和平信鸽的动作，我们看到郑文灿跟罗文嘉两个人呢，几乎条件非常相似。首先他们呢都是出生于大概1966年、1967年，而且他们的学历呢都是台大政治学系。这两个人呢，几乎就是前后届同学，并且他们都出生于桃园。桃园是这两个人呢政治上的重要根据地。过去罗文嘉几乎在桃园开这个水牛书店、水牛出版社呢，也长达8年以上的时间。这两个如此背景相似的人，年纪各方面条件也都很相似，处理政治的方式和手腕也相当接近。为什么赖清德把这个棒子给了罗文嘉？而且呢，他们两个都是在海基会，一个是董事长，一个呢是这个秘书长。为什么他只给罗文嘉处理，
却把董事长的郑文灿给处理掉了。这两个的待遇为什么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呢？何以罗文嘉就可以如此独获青睐呢？郭总，欧教授，您这个比较非常有意思啊！这两个人本来都是绿营里面的，被绿营所看好的这样一个政治人物啊。郑文灿在蔡英文的朝上呢，应该说他是更备受重用一些，所以被视为蔡英文的头马。正是这样，这也种下了现在今天的这样一个结果，就是你越是被蔡英文重用，越是被视为头马。那我就也要收拾你，就是要清算你。所以，虽然两个人学历背景都差不多，但是，赖清德就是要杀鸡给猴看。一个，你如果在蔡英文如果受到重用，那不等于我就要重用你。第二，如果你可以不听我的话，或者对我任何的不忠，那我就拿你试问。所以罗文嘉在这件事情上，他肯定就是看了郑文灿这个所谓前车之鉴，那么对于赖清德的所有的指令，只能乖乖的听从，这就是两个人结局不同的最根本的原因。侯教授，是，也许还有一个原因是罗文嘉之前是扁系人马，扁系人马在过去已经栽了16年之久了，所以呢，他们懂得如何沉潜，如何夫妇前进，而这样的态度正好就是赖清德现在所要的，所以扁系人马就如此的都被招安了。而赖系人马还不懂得如何乖乖的被招降纳叛，仍然非常叱咤风云，恐怕后头还有很多苦头要吃。谢谢总编进场点评，感谢郭总，谢谢欧教授。